好嘞，嗯，贾老师，谢哎，谢您接受我们这次的访问，这样子。然后这次我们其实就是环绕着您的这个雕塑的创作啦，然后包括到怎么样子接触到我们数字化的这个项目。所以能不能先请你谈一下，就是说您在这个雕塑的一般来讲，您怎么样定义你自己的雕塑风格？你的这个创作的部分。其实我呢，开始学西画，学油画。我其实从小受的教育还是西方的这个体系的教育。那个，比如说开始学油画，然后学西方哲学，呃，按照西方美术史的那个路子来来来学习的。那么后来我毕业以后改成雕塑以后，我才发现，东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比如说我开始从油画了解文人画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在这个采访提纲里有一个说我喜欢什么画家，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在近当代吧，齐白石他们那一代不算，就是在我记忆里，我大概只有周思聪有点印象，或者李可嗯染啊、李苦禅呐、这几个啊，其嗯哼嗯哼。他的什么那些画家，我都觉得已经完全不是文人的状态了。所以后来我就才又开始了解中国的画史，当然我们这都很肤浅的了解，因为原来读的书不够。但是随着自己有意识的这样做呢，后来发现中国的雕塑创作也好，这个还是绘画创作也好，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做出来。那我就很矛盾了。你看，一方面我很欣赏那个米开朗基罗，这个雕塑家，他把嗯人形能做成神一样的状态。那么我就还是那种过去受这种古典影响，然后总想把中国的历史和西方的这种表达方式呢能结合起来。就是我的观点是，我对现代也好，对这个古典艺术也好，现代艺术也好，一切都为了能表达中国的文化的传统这样一个想法。你看，从我的这个作品目录里边就能看出，开始做那个校门，校门就是那个有点现代的语言了，那个语言很嗯抽象，但是其实呢，还是一种叫就是会识界呀，就是智慧和知识的这样一个界限。那么还是用这种名字。那后来的，包括做老子啊、庄子啊，做这个这些题材，还有这个什么文化统一啊，这个秦始皇那个统一中国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这个对现代的艺术家来说，他们不感兴趣。那么我就觉得中国呢，没有像西方一样把历史用很厚重的语言把它做出来。因此，我走了一个这几十年，正是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多，然后好多现代的风格也很多，但是我还一直在做这些别人看来是很沉重的题材，这大概就是我的特点吧。嗯。那像就是在这整个创作的你的学习过程，好像跟数字的东西还是距离挺远的。那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对于这种数字复原，或是使用这个数字科技的方式来做创作，然后一直到我们做数字的项目，那个契机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契机呢？嗯，其实我是一个对这个新技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
个人。那个最早的时候开始，比如说我做四大发明那个创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用那个软件来做这个四大发明的文字，有做立体的，那是95年、94年，那个时候这个3D 的这个程序啊，那差的很多了，我就会花几天时间一点一点去做。那个后来发现这个还没有手做的快，然后那时候就有点灰心，就是3D Max 那时候它已经有了可以做，然后呢，那个一直我就觉得这做不了，一个运算雕刻的运算就4、5个小时才做完。我说这我把字都做完了，后来我就放弃了，但没想到十几年以后，在十几年以后，一直到了20世纪以后的2000几年，我就发现这个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但那时候呢，我的创作任务比较多，就没有时间去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开始我做系主任以后，就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开始开设这个课程。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生他现在二十来岁，将来他们的以后的几十年肯定要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所以当时就开了这个3D 的课，请外边老师，因为我是不行的，我就请那个我研究生有的很熟悉，然后让他去代课，然后给本科生上，这样就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状态。后来呢，因为我这个拿到这个985的这个国家计划，然后我就把这个建立实验室把它放在我的计划里，结果还真就建了一个实验室。你有了实验室了，你就得有东西做嘛。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我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做雕塑的工具，至少说可以最直接的就是把它从稿子在放大的时候，我不再用那种机械的办法了，就是人工的做泡面这些办法了，我可以直接用扫描以后，然后用电脑去做泡面，然后去把它做，那时候很简单。一直到了2009年，这个实验室呢也要做些东西了，然后就由我们学校的这个机械学院有一个教授，他是专门做这个3D 扫描的，要在他们那个队伍帮助下，我们到了那个庆阳的那个北石窟，在那儿做了一个扫描的实践。当时欧阳好像是不是也去了？那是在那待了好多天。其实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直接去扫描，只是让学生去接触，然后跟着一块儿去学习。大概有小一个礼拜时间。那时候设备很落后，哎呀，好费劲儿啊。09年，然后做那北完了以后大窟嘛，呢，窟很大是吧？我们也没要报酬啊，那窟很大是吧？那个选择了几个，那个损坏的很厉害，我们选择了啊，几个来做的扫。另外那个时候其实实验室还没正式成立，那时候是用我的横向课题的经费，做的这个费用，哎，然后这个弄完之后，我就申请了实验室，申请了一个3D 的一个技术的实验室，情况大概就这样，嗯，开始就这样。嗯嗯嗯哼，那可是就是这个新的技术，你觉得对你的创作的内容上面来讲，是不是就开始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你要做特别巨大的东西，你可以从这个模型开始做起。是啊，那个汉武帝那像，它是25米高，就完全没做1:1大的，我只是把那个头手，做了1:1大的那个泥塑，其他直接都是用电脑去定位的，但是有些地方也有一些遗憾，可是那时候已经可以用电脑去定位了，这样。嗯哼，可是就是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您也说过，就是其实这些科技东西，包括像3D 打印啊等等之类的，它可能还是不能够取代人的那种感觉，是吧？
技术永远是技术，因为艺术它是和人性直接相关。其实艺术创作当然现在人们一想艺术就它值多少钱呐、它有没有收藏价值啊等等的。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后来经济社会或者叫资本社会或者叫金融社会把它搞起来。其实艺术品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情感表达的，这样一个事物，它不管吃不管穿不管用，对不对？你挂在那有什么用啊？你没有任何那个实际上的那个物理的那个物质效用，但是它太重要了，它从人类一开始，有一点剩余精力，这个有从起源上讲，哎，它就开始猫还玩球呢，对不对？那个狮子没事吃饱了还在那做一些那个游戏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人类它是和人类伴随，并且将来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东西。用技术是这种乐趣、这种享受、这种精神的感觉，是任何机器代替不了。你可以用这个机器去做，但是这个机器不能代替你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东西，它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所以你这里边说问题里边有一个叫什么？你对这件事儿哪些最关注？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有一种理论，不是说人类将下一步智能机器人将替代这个就从物理这个角度完全替代我们碳水化合物这样一个生命吗？那他妈还有什么意思了？那就不是人类了，那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哎，是马斯克说那个他就是另外一个人，那和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和艺术一点关系没有。所以我的你不是问我是对哪些东西，我对这个事非常非常敏感。我觉得现在人类在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认识。哎，他人类如果不能为人类的基本的这个本性服务了，那这个东西就是背离人类的，就是毁灭人类。我是这么看，还不如我回家拿着锄头种地，他妈弄点猪草来喂猪，也弄点什么玉米来养鸡，我娶个漂亮媳妇儿，我他妈生俩孩子，没这舒服呢。我扯这么麻烦干啥？又是汽车、冰箱什么乱七八，房子要多大？我这不脸多黑啊！这两天我房子漏了，我他妈在，因为我喜欢天光，都用玻璃，那这到处漏了3年了，没顾得来。这几年我一直在修房，你说多麻烦？是是，所以这个我对这个挺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危险，对人类是个危险。另外，这个技术始终只能作为人类呃来创作或者它就像刀子凿子一样，你就是用电脑也就是这些工具。如果离开了人的用这些工具去表达的情感，那你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完全没有必要了，是不是？是是，那就是在您开始做这个我们的项目计划之前，其实您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做过创作了在西安也有，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过，也算是知名的这个雕刻家了。但是，一旦接触到这个数字项目的时候，您又非常投入，是吧？就是咱们这个项目计划其实不挣钱的，那到底为什么让你觉得这么着迷？就是舍下创作的这东西，它可能可以让你就是持续让你这个事业更加的这个蓬勃，但是你做这个东西好像是吧，花的时间又长，花的经费又多，但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投入。那您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呢？那天好像开会的时候有一个我不知道谁问的，说我为什么想起来恢复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好，结果坏了，哎，那么我就想办法能不能用技术把它再找回来，就这么简单。至于什么经济收入乱七八糟，我其实没想太多。哎，那个我觉得这件事儿值得做，为什么呢？100年前那个东西是好的，完了现在碎块儿，分的世界哪儿都是。那现在既然技术能做到能把它还原，那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呢？就这样，刚好吴老师又跟我谈这些事儿，你们又是正在做这个，你们做的比我们早。
然后我们就想，哎，刚好我们用我们这个雕塑这个能力来把它，再完整一下，不更好吗？就是这样才做了，挺好的。其实我觉是得这比我做几件雕塑、多少件雕塑都管用。做个是，雕但是肯定塑嘛，有一些比较，肯定有一些比较深层的想法，让您觉得就是好像要，因为它确实是，我觉得感觉到在您在做这个皇后礼佛图这复原的时候，你好像也是感觉到，好像对于过去的这些艺术的成果，好像有更深入的认识跟了解。我觉得是不是在那个层次上也给你很大的满足感？其实我没读完初中，没读高中，然后下乡，然后这个虽然读的师范，读了两个，一个大学，一个中专，但实际上我们的知识积累是不够的。那个我就发现我那个做每一个创作的时候都要看大量的资料，然后为什么呢？就是你不看的话，你就不了解，不了解你没法做。就是说我们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代人吧，这个经历也不太一样。就在美国的孩子、台湾的孩子是不会，因为没有下乡，也没有这些文革这些事情，我们是体会最深了。为什么呢？发现现在什么都不够，我都70岁了，比如说响堂山的事儿，我就得猛补这个北齐呀、那个北朝的那个几十年呢，从北魏到北齐，这段历史，其实这个一般都是一般的历史，那咱们原来我们没有积累，所以就感到我们怎么说来着？我们欠的东西很多。真能做好，还真是需要下一些功夫才能做好。我这个人嘛，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叫做强迫症。一旦这事儿一开始，就没完没停不下来。了了，你不计后果。大概这就是我的个性嘛。这个性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个缺点。就这样。呃，但是就是说，就比如说像是这个皇后礼佛图来讲的话，在之前皇后礼佛图之前，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群像，对中国来讲，所以它是个很特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我相信在我们做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也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这个对你来讲，就对您来说，是在怎么样，或是说您觉得有更多其他方面来激发您的这种对他的喜好，或是因为咱们这个做完之后，其实还皇帝礼佛图啊，完了之后还有小汤山啊，一件接着一件这样子，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动力去做它的。就是您觉得你最大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想知道它的原本是什么样子，大概是你求知欲吧。这么说，用简单说就是求知欲，大概是我做这件事最大的动力。为什么？你看前2天我跟那个何老师，就是也是个做雕塑的中国的很著名的雕塑家，他跟我微信来联络，因为他一直十几年以前就对我要做的事儿吧，就特别感兴趣，我们俩经常见面就讨论。然后他就谈到这个皇后礼佛图里的许多事情，因为他原来在敦煌待了，常书鸿把他要到敦煌去待了十几年吧，他一直在做那个中国雕塑的传统雕塑的研究，然后他就给我这个写了很长的文字，然后我发现那个老一代的艺术家还不太，因为他今年86岁还是不一样，他们受到影响不一样。你看，他就在琢磨这个，主人公那个带着那叫酒店吧，就是那个金片，那个凤冠上金片有9片的那个第一个人，那肯定是文昭皇。那文昭皇后最近的那个侍者是谁啊？哎，他就在那说了，他说可能是这个王宗儿。王宗儿这个，因为那个1923年就出土了这个墓志铭了，这个一直没有人太多研究他，因为他是一个佣人，就是一个伺候皇帝的、伺候皇后的一个人他活了80多岁吧，这个人
当了30年，30岁的时候被抢到宫里，然后就服侍这个娘娘，服侍娘娘，然后这个一直这娘娘都死过了，他还在活着，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有人给他写了个墓志铭，这墓志铭呢上面现在那个北大有个教授啊，写了一段历史，就写他。后来我就想，哎呦，这个里边这么多内容呢，这个何鄂老师，我就顺着他这个给我们讨论的内容，我就去找这个资料，发现，哎呦，这里边内容真是好，因为那个原来吴老师，曾经我俩聊天，吴老师说你先不要急着去这个追问这个某一个人是谁。这个事儿呢，恐怕很难确定，没有真正的文字记载，你就很难确定。后来我就把这些事情呢，我就放下了，没太问。但这次我就想，哎呦，这里边还真是必须有一批人专门来讨论这几个人是谁啊？第一个带着这个凤冠的，第二个、第三个，他们上面的那个晶片的数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9个，第二个是7个，最后那个是5个是几个？那么这个明显是他品位不对嘛？那个，你品位最高的他是那肯定是皇后嘛，后边是谁？所以这里边其实内容挺多的。还有一个，刚才你问到，的确，因为我这个做雕塑、做浮雕比较多，创作比较多，我就查中国的最早的浮雕，其实这块就算大的，就算早的，因为西汉的东汉的那个画像砖石，它的尺寸都很小，内容是很丰富的，但尺寸很小，并且内容也比较散，大部分就是宴饮啊、那个杂耍呀、等等这些东西的狩猎啊这些内容。真正说这样一个主题性的啊，并且我认为这个滨江宗弄的设计者，他是把整个空间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设计。首先，这个皇后礼佛图的人群是从那个呃南壁的那个，从南壁的那个菩萨那个身后是吧走出来的，他走出一个大的空间来，就来走到这个主佛的对面来礼佛。这种构图在敦煌，在你去找其他的地方，我真是没，但也可能我见的少，没见过这样一个，把这个整个的石窟做一个空间的整体处理。你看，从层次上，下边是人间，就是皇帝和皇后，在下边是食神，它的上边是这个佛祖的这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生平的一些故事，然后再往上呢是那个摩羯，维摩诘和那个菩萨在辩论，这个事情就是一层一层的，它这个空间是很明确的，加上中间的那个顶部的那个月啊，就是飞天那个那天，祭月的那个，哎呀，太完整了，这空间太完整。这个是我觉得在云冈这些石窟上好像没有这么完整的在这么一个空间里这么完整的做，所以它是很值得研究的，在雕塑史上、艺术史上文化史上，真是这样。那个北魏那个服装什么的改编，那就不用说了，那是大家原来讨论很久很久，都有定论的事情。后来的唐代的东西什么的，都是和这个有关系，是吧？是，确实我们挑这个确实是当然就是它自己的艺术价值，它的历史重要性就很强烈这样子。那个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计划其实是用科技的方式来跟艺术做结合。那一方面当然是还原历史，然后呢能把这个艺术的价值能够更大化的能够让现代人知道。在国内现在就有人就说这个是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来活化文物，您觉得
您觉得这个概念怎么样？就是对您来说吧，就是说现在它已经还原完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新的文物的概念的东西了。我也是最近在这个在做这个研究过程中间才找到这个过程考古这样一个概念。嗯哼。其实我们在做的是对这个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它的时代的背景，它的社会结构包括作者的心理状态技术特点等等这些的一个总的一个考证。但这些考证呢，它需要你这个东西要完整。如果你不完整的话，你怎么去考证他的想法？比如一个形象，你只有一个衣纹，只有一个头部，你怎么去去体会当年作者或者是画家他对整体的气韵的那种把握呢？因为它是零碎的，所以你只有把它尽量的还原回来，因为现在就是能还原，那我们能尽量还原回来以后，你这个他作者的这个在创作过程中间，还有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呈现出来。他的气韵，他的造型特征，以及人物的那个神态、那个动作，他才能够完完整整的摆在我们后人，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学者面前，才能摆在那个后来的观赏者面前。如果没有这些，你看到的就是零散。所以这个工作就挺重要的把零散的东西把它弄在一起，然后用艺术家的眼睛去体会当年艺术家或者当年的作者他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画面的，他的气韵、他的人物安排、他的造型特征，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后人好好研究的。那咱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碰到一个特别特别的困难吧？就是说，您觉得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度真挺大。这个现在弄完了吧，好像一个一个都迎刃而解了。其实当时不是，现在是一环扣一环把它解决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开始我其实还是想主要用实体的复制为主来做的。就是说我为什么把那个我这个小组先这个成员先处理了这个残壁，处理残壁以后，我就用机器把它做出来，就是把它复制出来，1:1大的。我其实原来想法是把碎块想法还原到这个残壁上，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去还原，为什么呢？你知道哪一块在哪儿啊？所以就想起来能不能用，我们就讨论多少次，就觉得有5个要素，你这个用实体这个只是要素之一，并且你这个你要做的就是它的第3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处理，然后其他的那些4个因素，是电脑里都可以做，这才慢慢的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搞清楚了。然后才能够在叫做学术上被认可。因为其实后来到了什么程度呢？当你按照我们新的一个一个思路走下来以后，你每一块的碎块上面的细节都能跟照片上的细节能够对起来。这是我很欣慰的。一开始是说不可能啊，我怎么能找到那个位置啊？但是其实只要你的思路、你运用的软件的技术衔接的好，你的依据充分，是能做到的，并且越做到最后，这个细节就越明确。你每一块石头对不对？你像比如那个上面第一个人物，那个我们就发现他的头部发髻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当我们拿它，第一，它是那个上面有一个残存的，就是残壁上有一个残存的发髻，可是他那个卖给他那个石块里
那发际是完整的，那都不可能啊，因为你那块还在残壁上呢。然后还有一个它的细节也不对，它上面的那个细节，比如说有个坑啊，有一个损伤啊，有一个什么什么突出啊，都不对，那你这块肯定是假的。所以这个到了最后，我们才发现，哎呀，这个技术是能够把这个还原约束到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精确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没有这个现代技术，几乎我们是做不到的。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回想起来，这个项目计划也是经历的，尤其又经过了这个全球的这种这个 COVID，就是这个流感，不是流感，那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新冠，对，新冠又经过这个，所以我们到国外去扫描回来，然后又经过流感，然后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回想起来，您觉得怎么样呢？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挺，因为现在经过这些宣传之后，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太多的宣传，但至少我觉得，我现在目前听到的这个反应都还挺正面的，就对我们的复原呐、对我们的这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啦，都还是很肯定就是了。必须得这样，因为你不做，艺术家这个特点就是这个胡思乱想，对吧？学术不一样，学术你就是要用依据来做。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做艺术家是误会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郭文玉老师，你可能不知道，那郭文玉老师是原来央美的一个搞史论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那个史学老师。结果呢，毕业的时候他要调到天美，他就推荐我们系说你把贾作飞留下，教艺术史是可以的。这个学生，对史学比较，因为我的课程在他那都是满分的啊，这个还挺好。他对我还是挺啥的。但是我呢就不太愿意留在学校，那个学校本来不是特别好，这么说不对，母校不能这么评论了。我就想我得出去，要闯闯天下，也没留。另外后来那个有个齐凤阁，也是我的朋友，现在是搞那个版画，也跟我年龄一样，他是搞版画，他呢留下了，因为他有些种种原因嘛，他留下了，那我就不能留了，不能留我赶紧走。后来就到西安来了，到西安来是为文化来的。当时你到西安又很不习惯，西安没有长春厚重，那个楼房啊那么薄，那个街道那么差，跟长春一比差的太多，像个边远那个小镇似的。80年代真是那样。哎，我这来了以后，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我幸亏是来了西安，并且幸亏是没有离开西安，所以才有今天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儿的文化给我的影响太太太丰厚了。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就是也很就这几年，我觉得跟您也学习非常多。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您这个治学态度，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比我们当学者的还要来的严谨。包括吴老师也谈到，您做这整个复原的过程，可以当做是一个模式吧，可以给未来很多的年轻人都，或是未来我们在做这个复原的一种参照一样这样子。所以您觉得就是咱们再继续往下做，肯定还是得交给年轻人等等之类。我不知道说您对他们现在团队有什么样的期许，希望他怎么样子能够持续这样子把它往下做。必须得有芝加哥大学，必须得有我们这个团队，有你们那个团队，这两个团队可以说是很特殊的一个组合。国内情况比较复杂，容易跑偏，容易跑偏。国际上还好一些，因为国际上，尤其是芝加哥大学，东亚中心已经在世界这个东亚史的研究上已经是有很高的一个高点。那国内不行，国内因为还没有一个说哪个学校的什么来做的比较用前瞻性很好，然后也做的比较很具体，很深入。你看那个北大当然做的不错，郑岩后来也去了，
原来的李嗯松啊，还都做的都不错。但是总的来讲，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前瞻也对这个研究的前瞻性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太不太啥了。虽然也有一些很多新的观点，比如说没有吴老师，没有你们，没有你们和我们这团队这个结合，那这个新技术是没有的，是嗯很难做的。真是这样，他其实这个，没有你们的原来的积累，没有你们很原来的3D 的这种流散海外流散这些文物的这个关注和扫描，以及形成档案、形成平台这样一个基础，我们今天怎么做呀？我们做什么？所以这个必须得往下走，往下走的话，那因为既然是都开始了，并且像吴老师讲说，好像可以作为将来一个学术研究，这个史学研究这个新的一个方法，新的一个啥，那我们更得结合在一起，把这事儿搞下去才行啊。所以不嗯要着急，我们将来路早着呢。我看有10年，我们能把这个中国海外流散的重要文物能做个差不多都很难，因为文物很多，没仔细去是考证的，一仔细考证，好多东西都要做，是不是啊？是所以要做的事儿太多了，啊是。还真对，就是的就说，做一下。对，我也希望就是说，反正跟欧阳他们持续合作下去这样子，然后把这个事情，确实这个5年计划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远景，但是可能这5年也做不来，还得要再几个5年，看看能不能把它慢慢的把它做到一个成果这样子。再有10年我都80了。我希望08岁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我希望能活到那时候；第二，我希望能活到那时候还健康；第三，我希望我的智力啊，就是我的团队也都成长起来了，就是欧阳他们都成教授了，那时候他们就可以，我出个什么歪主意什么的就行了，他们就做就完了，可以，是，应该那反正我们能活的。谈的应该可以，应该可以。那反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就讲的也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您在这个赴美这个采集数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当然特别印象深刻，我觉得还是肯定有。我记得那时候我那时候跟您去了这个费城博物馆，然后在第2天、第3天的时候，突然这个您夫人身体不适，一下送到医院去，就把大家急死了，是吧？那对您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或是这个那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句实在话，我夫人说了，因为本来那个，我带我夫人去美国就是散心，因为他美国的学生很多，说你也去转一转嘛，但是他身体不太好，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美国呀，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民风很好的民风，就是起码说我接触的学者和博物馆的这些管理人员们。哎呦，都非常好。你看我夫人在厕所里晕倒了，哎呦，当时那个几个服务员啊，女的进去把我叫过去，然后帮她人家已经帮她收拾了很多了，然后我又进去收拾，然后又叫了救护车等等等等的，哎，我觉得这太热情了。后来我夫人回来以后，特意来对那个一个黑人的那个解说员，就管着那一片的解说员。他们俩还拍照啊，就交换礼物啊什么的，哎，挺好的。我觉得虽然他病了，但是在那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不错的。到了医院也是，医院专门派一个中国留学生，学医的来专门陪着我，然后呢在那儿专门做翻译。哎呦，这简直使我们非常感动，并且最那个印象最深的是，我给我女儿说，我说你准备几万块钱嘛，因为听说我说听说那个救护车很贵哎，那个谁那个木夏老师说，哎呀，要了救护车哎，大约得1万美金左右吧。完了我就跟我女儿说，你准备钱嘛，我说我这卡上钱不够的。我女儿说，那没事儿，你到时候需要的话跟我说就行。结果1000多美金就解决了，1208，我就忘了啊，是吧？反正就是这么多。完了，我们因为走之前还做了保险，
结果嗯嗯嗯80%都是给报销了。那这个事情，啊啊，我觉得其实一切都没有说想象的那样，好像是现在怎么搞成这样？另外你问我喜欢什么电影？两个片子，一个辛德勒名单，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奥斯卡获奖，那个啊犹太人的那个被救犹太人的那个故事啊。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钢琴家了，就是波兰那个片子，那是美国、法国好像和波兰几个国家合拍的。哎，那片子我啊看了好多遍了，就是一个波兰的一个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嘛，广播电台一个专门做钢琴演奏的那个钢琴家，经历了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并且中间最奇遇的是一个德国军官，居然让他弹钢琴，然后保护他，他留下来。哎呀，这就是艺术和战争的这种矛盾呢，这种冲突啊。人们那么酷爱艺术，包括那个军官，德国军官给他留吃的，对吧？那时候多艰难，他都快死了，快饿死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留吃的，然后把他生命保留下来。后来他又回去找中央去找那个，哎，这就是人性。其实战争跟人性差多少？这矛盾的很。所以我特别愿意看这两个片子，是我回忆了一下，你给我提纲以后，哪个片子我看了好多好多遍，就这两个片子。是吧？其他片子，我喜欢看那个枪战片什么警匪片爱看这个。但是最后印象最深的，其实就这两个片，这两个片是子是让我非常体会特别是后一个片子《钢琴家》，那个战争和艺术是这样的一个冲突，和人类的美好是那么的矛盾。这个矛盾放在一起以后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就在想，要真全世界现在乱起来，我们这工作就停了。是搞什么艺术啊，搞什么学术啊？我当难民去吧，因为70岁了，你打仗也不太可能了，对吧？所以我们希所以望这还是个这个战争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对，这个看起来这个姜老师骨子里面还是挺浪漫，是吧？对这种情感的这种表达啥是还是很那个很着迷的。我不算一个好的艺术家，嗯，就是比较就是比较这个叫什么？叫强迫症，一个事儿，啊非得把它做好做完才行，所啊，以可能其实真不是很好的一个对艺术理解很早就开悟的这样一个。不会，您太客气，您太客气。我觉得相信这个我们很多人见过您的，包括我们学生啊，其实都还是对您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对吧？不仅是你的造型，还有常常跟您聊的时候啊，您这个给大家的一些启发都还是很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特别幸运、荣幸跟姜老师有这个机会，这个共识，然后。当然，就像刚才讲的，希望我们都能够长久做下去。希望您80岁的时候，我们再做一次访问，我们再给你另外一个单子，在您80岁的时候，看您怎么想这个问题，是哎，吧？到时候您的想法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相信，这对，两天我那个登高，总是在高处在干活，然后我就想，我现在一下掉下去，我就会瘫痪的。我瘫痪，我这个事儿就没法做了。那不行，我得特别小心，把安全带给带上。是啊，我常常觉得您应该还是得要保守一点。我觉得您这拼起来还是这个拼劲太厉害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得要稍微收一下，收一下。大概除了这个除了假如之外，大概没人管得动您了。哎，现在我也不愿意让别人管，我现在这个经常喜欢自己待着。因为我夫人经常跟我吵啊，你又不吃药，你又不怎么样。我说你干嘛让我吃药啊？我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要吃，经常吵架。